问题：假如让东北大秃头张冲来到草原5班，结果会多离谱呢？哇，他说刺挠了！我告诉你，这小子我看有点欠削了。你说皮子紧了，大家刺挠的老难受了。关键我没勾过那玩意儿，我也不会呀。知道了，指导员，知道了，指导员。都说士兵突击中的草原5班是军营的养老圣地，是让李梦等一众老兵躺平摆烂的温柔乡。可要是张冲来到这里，可能直接变成红3连风气最正的班。在这荒无人烟的草原上，补给车3天才来一趟，对这个没肉吃就浑身刺挠的东北汉子来说，这可能也是唯一能威胁到他的地方。在这里训练都是看自己心情，就算指导员来了，都得叹口气再走。就是这样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如果让傻子张冲去驻守草原5班，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你要是去过5班，就不会这样。一个根本没人管你干什么的地方，5班方圆百里你看不见一个人，那你不管你怎么表现，没人能看得见，只能表现给养分蛋子看。我们先来回忆一下草原5班开局场景。首先就是吹牛大王李梦，梦想着写一本200万字，结果一年写了200字的天才作家。其次就是2位赌神薛林和老魏，以及整天和稀泥的建筑家老马。别人当兵是为了保家卫国，可是在5班却是整天熬日子混军龄，主打的就是无所事事。如果让单打王张冲看到，以他那火爆的脾气，整天就跟即将点燃的炸药桶一样，上去直接撕李梦草稿本，掀老魏拍桌，就是看路边狗不爽都得踢上2脚。谁要是敢顶撞他，他就得给你刺挠的脑瓜子直直眼。我怎么了？你是不是要欠练了你啊？练就练，怎么着？哇，是不是刺挠了？还记得许三多刚来到草原5班，每天坚持叠被子、晨跑和修路，被所有人都当成傻子，其他老兵都是抱团摆烂，他的行为就跟老兵们眼中的钉子没什么区别。可是如果来的人是张冲，那肯定是要2极反转了，他们那套摆烂潜规则可能直接被冲哥给砸碎。主要就是张冲和许三多的性格完全相反，许三多是温顺的小绵羊，你要是跟我讲道理，我就跟你讲道理，你要是不跟我讲道理，我就装傻子，让你给我买瓜子。他只会默默地完成自己要做的事情。然而张冲是什么人？东北硬茶王，天生的专制各种不服。在受营时，张冲就每天10公里，一天不跑，脑瓜子就刺挠，不练格斗都手脚发痒。谁要是敢偷懒摸鱼耍滑头，他上去就是一顿削。就连巴郎项羽这种老牌兵王都得让他3分，更别说草原5班这群腌入味的咸鱼老兵了。跟大家说个正经事儿啊，我们这儿都听着呢。伟大的伏龙之同志，你说。今天指导员对咱班的状况再次发表了看法。我寻思咱们这班也得正着风气了。试想一下，如果是张冲在这里看着老马说着话，另外几人还在悠哉地打着牌，丝毫没把老马放在眼里。以冲哥的性格，别说打牌了，可能连桌子都在天上飞着。但凡几人敢有任何不满，张冲都能凌晨5点喊所有人起床拉练。张冲可不会默默忍受，就他那张土匪一样的脸。但凡敢排挤张冲，不给他们治的嗷嗷叫，都算张冲没吃饭。他们会调侃无视许三多，可如果面对是打架不要命的张冲，他们绝对连打气都不敢喘。其次，我们再来说说几人的体能差距。许三多的强大，那是后期拼命苦练练出来的强大，可是张冲却是天生的兵王坯子，一出生天赋值就直接拉满了。没进军营前，他就是深山练出来的狠人，整天不是和狼赛跑，就是和熊瞎子练拳击。进了受营之后，那更是天天极限训练，身体早就练成了钢筋铁骨。就草原5班那点训练量，对李梦几人来说可能是折磨，可对张冲来说就是餐前小甜点。5班原来最大的问题就是所有人都无所事事，没人愿意训练，这就是为什么许三多刚来的时候每天早起训练会在他们眼里是异类了。可来的人如果是张冲，可能会把原来的荒地都变成训练场，打造出一个魔鬼特训班。如果许三多是让5班变好，那张冲就是让5班变强。许三多属于是慢慢成长，最终厚积薄发，而张冲却根本不需要沉淀。当他来到草原5班的第1天，他就是那个最强的。一旦让王清瑞知道草原5班有这么个狠人时，绝对第一时间就破格提拔。如果说别人在草原5班是被流放，那张冲去草原5班绝对是猛虎落平原，暂时蛰伏。很多人都说张冲头脑简单，但是却忽略了他身为军人最珍贵的品质，有血性更有担当。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个有趣的幻想。许三多去到草原5班，让5班开出温柔的花，用他那坚持不懈的毅力唤醒战友们的初心，让5班重新充满生机。而张冲来到草原5班，那这里将不会再出现坑洼泥泞的养老地，可能那条洒满花种的五角星路不会再出现，但是这里却会变成全团最硬最自律的标杆班级。这就是张冲的魅力，看似粗鲁莽撞，实则纯粹赤诚，用他那炽热的兵王血性去感染着草原上每一处土地。即使身处再贫瘠散漫的环境，也不失去初心，随波逐流；即使身在荒原，却依旧锋芒万丈。